环球大战线，今天终于我们3个人聚在一起，要来围炉啦！新年快乐！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也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些愉快、开心的事情，然后还有我们过年都吃些什么。然后因为我最近在学做菜，所以有一些拿手菜，但是也没有很厉害，所以也不太方便讲太多。预告啦，麻油鸡，等一下可以讲一下。好，那今天是围炉嘛，所以我们的节目形式也很不一样，我们就3个变成来宾。但是呢，我们制作人也有跟我们说，有一个是新的一个我们的小编，他会来，他叫做 Money 讲，会来做主持这样子。OK， 所以我们3个人也直接失业。好，那小编你可以问问题了，Money 讲，请说，对我们进行灵魂拷问。Hello，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环宇限定小年兽 Money 酱，这么有年味的日子，怎么可以少了我呢？所以接下来呀，Money 酱就要来拷问3位主持人喽。现在华人围炉吃的不只是菜，吃的更是团圆的氛围，是家人彼此之间的祝福，更是每个家庭独一无二的记忆。有些菜呢，1年只出现过1次，而有些味道一辈子是忘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下3位主持人，每个家庭都有一桌不能少的年夜菜，你们家呢在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哪一道菜呢？那这道菜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是故事？首先，我觉得 Money 讲的声音实在太好听，很温柔，真的完了，我们这个主持棒不我觉得他好适合做这个角色，温柔小姐姐，真的好好听，好适合过年哦。那我想要先，因为我先第一个分享，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水饺。水饺啊，是不是很普通？元宝都会吃。但是呢，我讲这个水饺，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高中跟大学我在美国念书，然后其实尤其是到了大学之后，然后高中跟大学都是啦，因为我念书的地方比较偏远，我不是在那种市中心。包括我在高中的时候念的是叫缅因州，是在美国东北一个很高的地方，那里没有什么华人，都是白人，对，比较多。然后我应该是学校里面就是10个以下的华人，就是总共大概十几个华人。然后那时候会中文的可能就没有5个，没有5个人，对。所以那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哭。然后呢，我到了大学之后，在东岸的纽约州念书，那时候还没有到加州，在纽约州念书的时候，那一所学校里面也是白人居多的学校。然后也是很少那个会讲中文的，所以到过年的时候呢，我在高中是几乎没有太多过啦。那有时候会回台湾过。那在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学校也还没放假的时候，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因为现在台湾其实你们都会觉得好像年味已经越来越少了。是的。尤其是在主要大城市或什么，我们住在台北，可能就没有什么年味。反而我现在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在美国的年味反而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在海外的时候，你会很想家。所以呢，你在海外的时候，你会特别想要做一些家乡的料理，因为可能在美国都是每天吃汉堡跟薯条。7块，这是我中午每天的食物。我在大学的时候每天。那你身材维持这样还蛮厉害的。真的、哦。那时候比较胖，现在比较好，现在比较好。那时候真的每天中午都吃这些，但是到了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到了过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位是中国大陆来的一个老师。那其实我也不太认识他，那他就透过朋友就邀请了一些中国大陆跟台湾的朋友去他家，我们就一起去过年。然后我一进去就很感动，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是差点流泪。以前看到春联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的墙壁上就是贴那种春联，我就觉得哇，瞬间好想家，游子的感觉。然后老师就是铺了一个很大的桌子这样子。然后上面就有那个低筋面粉，我没有包过水饺，那是我人生那时候我才17、18岁，对，人生第一次，就是我之前都是在旁边看，但我从来没有真的下场去包过水饺。然后我们就大概会讲中文的，应该有聚在一起有快10个人吧，大家聚在一起一颗包，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那个我们整个下午就在。聊大家在过年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在自己的家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包一包，然后再全部下到那个水那个热水里面去，然后大概整个过程，我们感受的是那种海外华人的那种凝聚的感觉，然后后来就是热腾腾的水饺上来吃，
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饺。所以对我来说，水饺这个东西是在我过年，后来我回到台湾念完书回来之后，我都会觉得说很希望能够再上桌的一道很特别的菜。哦，好，我觉得我讲的不错，蛮感人的。有点洋葱，有点洋葱。那你呢？我也有洋葱，我告诉你，就是呢，你要讲到说家里头最有年味的一道年菜的话，其实我们家从小到大，我觉得桌上最有年味的一道菜，不是说这种什么大鱼大肉，因为现在其实大家聚会的时候也会吃到这些东西嘛。那你要说最有年味，其实是我奶奶自己手做的那个萝卜糕。萝卜糕，因为以前就是说步步高升，然后好运旺旺来，好彩头什么，所以其实会一直做这种萝卜糕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呢，她用料是很可怕的那种，你知道自己做的跟外面买的就是不一样。她那个萝卜丝都超粗，你绝对知道它是萝卜的那种。然后呢，她就会大概从过年前几天开始，她就会开始把那个蒸笼拿出来，然后刷洗晾干，然后开始去买东西，然后炒料啊那些干货那些味，你就想说，可能要过年了，很有仪式感。对，就是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要过年了。然后他每次蒸好之后啊，他就说，都不要碰，就是谁都不准靠近，因为我们小孩就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不自觉去偷摸。像我小时候就这样整个印上去，然后上面就留我的手掌印，这到底是谁吃的？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但是你就觉得哇，想到过年，你就会想到这个味道。是。对，然后但是像我奶奶每次都说好了，不做了啦，就今年最后一次真的太累。可是到了明年过年的时候，又开始默默做这件事情。而且讲到这个萝卜糕，我觉得蛮好笑，就我们家有所谓的萝卜糕3天命运史。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哇，这切得很好，很精致，大家就这样慢慢夹吃。第2天，萝卜糕又出现在年菜上的时候，变煎的。换个吃法。对，然后那时候你就什么酱啊，就直接淋，就觉得哇超爽，好好吃。第3天想说总算没了吧，没有，你就会这样喝鸡汤或喝什么汤，喝到在里面，你在这，然后就被吸那个汤汁吸得砰砰的，但是你吃的就是一种。就是家人的爱的感觉，你也不想浪费食材，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萝卜糕还有这么多的用处。静强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也蛮洋葱，差不多。没有洋葱不行。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算是蛮幸运的，就是还有在交接到从传统的生活，然后慢慢过渡到手机，再慢慢过渡到现在 AI 时代。尤其像我小时候是住在左营的眷村嘛，所以其实我小时候的年味是非常非常重的。我们就是一群小朋友会吃完饭，然后一起出去眷村里面的巷子，一起放烟花，然后玩鬼抓人之类的。就是我小时候的年味是非常重的。然后我奶奶，因为我们那个眷村也是很多邻居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当时跟着蒋介石撤兵过来的嘛，所以大家的手艺也是各种大江南北。那眷村菜很好吃。对，就是眷村菜。然后我奶奶最厉害的一道菜是她的红烧狮子头，跟她的粉蒸芋头这样子。对，然后就是那时候邻居关系也都很好啊，都会多做，然后怎么东家给西家，西家给王家，就大家分一点这样子。对，所以小时候吃饭是真的，过年的那个感觉是非常浓厚的。那再跟观众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住的那个圈子是在眷村，然后我们的路口在左营大楼路口有一间非常好吃的烤鸭，它到现在都还在经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然后那个烤鸭也是逢年过节，我们那个村子每个人都家家户户一定都会订一份的那个烤鸭，对，因为它的片鸭好吃，然后它炒那个酸菜榨菜的那个炒，哇，要加点辣，真的是很棒。所以这些东西会组成我小时候的对于过年还有对于眷村文化那种的感觉。虽然我们那个眷村后来拆掉了，被国防部收回去了，但是那个味道跟那个环境，我觉得就是会滋养我们眷村小孩一辈子，就是都会想到那个味道，这样。好棒，好棒的分享。那Money讲，你还有要问我们什么东西吗？还有呢，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么多，每一道菜都有每一道菜的故事，但是呢，年假这么长，总不可能天天吃好吃的佳肴吧？也不可能天天吃外卖或者吃剩菜，所以这一题呢，我们就来拯救观众们的冰箱喽。有没有一道学得会、吃得下，而且不会被家人嫌弃的懒人过年料理呢？3位主持人看起来问号都不太会煮的样子，什么意思？所以节目制作团队呢，就拜托 Money 讲，不要太为难你们啊。这样好了，就请你们用说的，只要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做一道你最拿手又不太麻烦的料理。我可以先讲啊。好，你我先讲，因为我的超简单，大概2分钟解决。你先讲。就是我会做
我教大家就是摆盘好看，然后时间花的少，大家都可以去那种市场啊，或买虾，然后就是把它切背，然后把肠泥挑出来之后把它摊开，然后围成一个花的形状，就是喷射状的这种，然后再蒸，然后你要先做那个酱汁，包括蒜，然后酱油去调味，调你喜欢的味道，一点点辣，就红色我觉得好看，然后等虾蒸好之后淋上去。哦，是不是很有年味？可以哦，寓意这样子。对啊 ，OK 因为我出社会之后，我就觉得好，我也要在家里过年的时候有贡献嘛，然后我就做这一道。看起来好像花了很多巧思，但其实大概就是半小时可以解决的事。那你家人应该很惊艳吧？就是上桌就觉得哇，很拿得出手的感觉。有在用心。好，做的话比较不知道在帮大家过年怎么清冰箱，但我可以建议大家，因为现在大家都讲求就是吃多少准备多少，当然过年一定会多准备一点，但我觉得大家准备的时候可以多往，像我们家过年一定会有凉拌菜跟卤味，吃冷的这种卤味，那这个东西一准备好呢，它就可以吃好几天，而且它也不会腻，因为它就是作为一个点缀，像前菜这样子，然后它又可以放很久，所以就不会说啊反复加热啦，因为有些菜我们知道有些民众他们在加那个菜，除夕吃完吃剩，初一再热，初二再热，这其实也不太好，所以其实多做一点冷菜，多做一点凉拌菜，然后在餐桌上多出现几次，我觉得这个蛮好的，然后也不会浪费食材。好，对。我的话呢，因为我最近有在学做菜，然后我其实会做的东西蛮多的，然后也不会太差，其实也蛮好吃的。那所以呢，我不回应。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很简单的一道料理就是那个芥菜鸡。芥菜鸡不是麻油鸡又换芥菜鸡？麻油鸡我也很厉害哦，因为我都有在秀在我的社群网站上面，所以静乔都有看到。但是呢，芥菜鸡我还没有 po 出来。但芥菜鸡就是把芥菜跟鸡放在一起煮一煮结束。我会先用那个姜炒一下姜，然后还有鸡炒一下，然后把它调味。有这样有梅纳反应会比较香。对，真的。然后再鸡，然后再加入水，然后给它煨一下。